嗨，这里是 D-Min Studio， 我是大明，很开心又受到 Alan 哥的邀请来担任这一次维修讲座的主讲者。那我会分享我这几年在做 Laylabs 手工半音阶，或者是帮学生、帮学校维修半音阶口琴、复音口琴、和弦口琴、贝斯口琴，甚至口风琴的维修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交流。好，那时间有限，所以没办法讲得非常的完整、非常的细致。有兴趣的朋友，你可以在我的 YouTube 频道叫做 D-Min Studio 里面看到更多完整的维修案例，还有过程分享。OK， 那如果有任何想发问的，那就在影片过后，或者是我们讲座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，一起进步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回应几项亲友所提出来的问题。那我会分享我的经验以及我所使用的方法。那在这世界上有很多方法都可以达成同一个结果，也有很多很棒的技师，所以大家可以多方学习，多方的参考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第一个问题。好，我是用这个错子调音的。那调簧片的时候，经常遇到调太多或太少的状况，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快速有效率的调音？好，那在这里啊，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错子就是类似这种东西，它是一根一根棍棒，然后前面有比较粗的颗粒，它可以在簧片上做打磨，做调整。那这个错子一般在官方买的维修包里面，它都会附个1-2支，我记得有其中几支就是 Hohner 维修包里面拿出来的，还有 Suzuki 的维修包。好，那这个东西你在五金行也都可以买得到。但是我实际上在调音的时候，我不用这个东西，因为用错子调音啊，它会在簧片上做打磨，会在上面做摩擦。那这时候非常容易去拉扯到簧片，导致你的簧片原本没事，被你拉到有事。好，那我非常不推荐你用这个东西做调音，所以我现在用的东西是这个。好，这个东西叫做电动雕刻笔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个按钮。好，那它是装电池的，所以它可以打磨。你刚才可以听得到它有一个这个声音。好，那你就可以在簧片上做打磨。好，那这个点呢，因为它非常的细小，所以你可以单点打磨，你也可以来回的做大面积的打磨去做调音，所以它可以调得非常的准，而且非常的方便。那它就是一般装电池的样子，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它就是一般装这种小颗的电池。好，那有时候你出国演出，那就带一把这个，非常方便。你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维修口琴，而且它不会让你簧片很容易会坏掉。所以这个东西特别推荐给大家，这个东西叫做电动雕刻笔。你在一般的五金行，或者是你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得到，大概台币500元左右，非常的方便。第二个问题，同样是调音的问题，有时簧片调音过后共鸣都会变弱，或者是没有之前的响亮，声音会变闷，要怎么样才可以改善这个问题？好，一样就是你不要用这个锉刀去做调音。锉刀在调音的时候会很容易拉扯到簧片，产生出你无法预测的问题，例如簧片变形啊、弧度改变啊，或者是形状改变，这种各式各样问题，你解决了音准的问题，产生出其他问题，你就会很烦。所以我非常推荐你用电动雕刻笔去做调音。那在我的经验里面，如果你今天想要让这个簧片的音高、音准降下来一点，你会去打磨这个簧片钉铆钉的地方的根部的这个地方。你在打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簧片的间距会被你稍微有点压下来，这时候就会产生出你所说的这个音色变闷啊，然后会变难吹的问题。所以你在降低音准的时候，你记得要再把这个间距再把它调回来，这样就可以解决你所说的这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他问说，吹奏半音阶口琴时候，偶尔会有胶片的谐振现象，要怎么样把这个谐振或者是共振的这个声音把它处理掉？在我的经验里面呢，胶片如果覆盖的不够平整，就会产生这个声音。包含你一开始买到的原厂的半音阶口琴、和弦口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，不是新口琴就没问题，就是新口琴在出厂的时候也会偶尔有这样的问题产生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检查出任何不对的地方，那身为一个
口琴的维修员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把那个胶片换掉。当然我们可以透过肉眼去看一下它到底是哪里不平整，这都是可以的，或者是它的这个粘贴胶片的胶水上太厚，导致它会有空隙，这个都是会产生的。好，那在另外一个经验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它的这个胶片的本身的材质。Hohner 胶片它本身比较轻，跟 Suzuki 的胶片比起来，会比较容易有这个震动的现象，或者是盖不完全的现象。好，那这时候你可以透过把上层胶片折成一个倒三角形，去覆盖住下层胶片。好，把上层把它折成一个三角形，去压住下层比较软的胶片，可以让胶片比较快盖回去原本的那个位置上，就会减少这个共振的声音产生。但是这个方法你在吹低音或者是16孔口琴的背低音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注意，因为你把它折成三角形压在上面的时候，这个胶片会比较难打开，所以偶尔会有簧片打到胶片的声音，所以你要去调整那个上层胶片的这个三角形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只要花时间把它调整，都可以让这个声音消失掉。第4个问题，他问说，八音阶口琴的灵魂是在按键，那遇到按键滑不动或是不平顺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完整的处理它？那最基本的方法当然就是清洗按键啦，上油啦。那日本的 Suzuki 有出一款八音阶按键油，非常非常好用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那这个方法就是很基本款的，所有人应该都要知道的。那这边分享一下我觉得比较特别的经验。对我来说，按键它是一个消耗品，它不是可以让你一辈子用下去的。早期我在使用Suzuki Fabulous 这款琴的时候，我就买过3组的它的按键，3组按键吹嘴垫片，买了3套。那这3套其中有1套已经被我丢掉了，因为它耗损的非常严重，严重到我按键按下去它是弹不回来的。那我把这个吹嘴打开来，发现内侧的地方原本是镀金的这个层，那它就整个被磨损耗损变成这个裸铜。那摩擦力当然就很大，就会变成这个按键按不下去。那当然按键吹嘴它还有变形的问题它还有氧化的问题，这些都是你要特别注意的。那如果是氧化的话，你可以透过高编号的砂纸，例如1000、2000、3000号的砂纸去打磨这个按键垫片，都是可以让吹嘴再稍微顺一些的。你会发现你在打磨的时候会有某一些地方是被你磨掉的，那个地方就是你肉眼直接看你会看不出来它是有凸起来的地方，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让按键变顺的方法。 OK， 那再来就是琴身面，就是你的琴身接触按键或琴身接触吹嘴的面也会有不平整的问题，包括金属琴，包括塑胶琴，包括木头琴都是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打磨，但是你要特别小心，因为这个零件很难买到，有时候你磨坏了，你的琴就报销了。所以这些方法如果你没办法自己做，那你就花钱请技师帮你做，这个都是有效率的方法。